苏57E号称是全球最先进的5代机，为何越南人认为中国将会花20亿美元引进12架？敬请关注本节目，了解详情。日前，俄罗斯在军队2020国际军事技术论坛上正式向国际市场推出了苏57E战斗机，号称是全球最先进的第5代重型战斗机。俄方展出的苏57还是一个舰载机模型，进一步扩大了客户范围。据俄方介绍，苏57将优先满足俄罗斯空天军的需要，但是正在做好出口准备。预计到2029年开始可以向国外客户交付。俄方确认已经收到了几个国家的采购申请，包括土耳其、阿尔及利亚和印度都成为目标客户。越南媒体就认为中国将会花费20亿美元引进12架苏57与歼20搭配使用，这种推测有没有道理呢？在很多人看来，中国正在列装隐身性能更好的歼20，因此并不可能继续引进苏57。事实上，苏57仍然是一款在技术上非常有特色的5代机，与歼20的作战定位并不完全一样，售价也不是很贵。中国在未来10年内继续引进12架左右苏57E是完全有可能的。首先，苏57并不是拍扁的苏27，而是一架合格的5代机。中国有更先进的歼20，继续引进苏57，当然并不是因为看上其隐身技术，而是因为该机仍然有很多值得学习的新技术。苏57最大的不足是隐身性能，其雷达反射面为0.1至1平方米之间，是所有隐形战机中最差的。不过，苏57在所有5代机中拥有最为强大的机动性能、最大载弹量和强大的探测隐形目标能力，还装备有能干扰红外制导导弹的激光设备。其次，苏57作战定位与歼20并不冲突。苏57是一架多功能战斗机，而歼20是空优战斗机，双方作战并不完全一样。中国引进苏57并不一定需要其执行空优作战任务，而是进行反舰和对地攻击任务，可以装备海军航空兵，用来替代苏30 Mk2。苏57的载弹量超过10吨，配备有大功率、多功能的有源相控阵雷达，不但拥有强大的空优作战能力，也能执行远海巡航和对面打击任务。最后，苏57价格公道，小批引进并没有坏处。苏57的国际市场售价预计在1.5亿美元左右，只比苏35贵4000万美元，甚至比阵风和 F35便宜。中国原来就有针对俄式战机的后勤保障体系。小批量引进能够学习俄罗斯最先进战机的设计理念，并不会造成更大的后勤保障压力，也不会对国产战机的换装计划造成大的冲击。总之，中国如果能耗资20亿美元引进12架苏57是比较划算的，不但不会影响国产战机项目的发展，而且还能学习到不少先进技术。现在主要问题不是中国愿不愿意买，而是俄罗斯卖不卖，或者什么时候才能卖。苏57要完成俄空天军的订单，就要到2028年。就算我们是首个海外客户，估计也要到2029年才能接收苏57了。到时候歼20估计都300架了。